在互联网还没有普及的年代，有一本杂志红极一时。用创办者海夫纳的话说，这是一本针对18到80岁男士的杂志，它就是《花花公子》。在鼎盛时期，无数妙龄女郎甚至是好莱坞女星都希望能登上杂志的封面，因为那是获得财富和名气的捷径。杰斯米·菲奥里也是其中之一，他喜欢待在花花公子公馆，并时刻等待属于他的机会。他梦想一夜成名，他做到了。布埃纳帕克位于加州奥兰治县北部，属于洛杉矶都会区。2009年8月15日早上7点多钟，一名拾荒者在布埃纳帕克北部弗兰克林街区翻找垃圾桶时，发现一个浅色的行李箱。他本以为找到了好东西，结果在拉开拉链后，他选择了报警，因为行李箱里装的是一具尸体。警方赶到现场后，对尸体进行了检查。死者是一名成年女性，尸体上没有任何衣物，体内有男性体液，生前可能遭受侵犯，双手的指纹全部被去除，整张脸已经面目全非，牙齿也不见了。很显然，凶手不希望警方查出受害者的身份。从尸体的状态可以看出，凶手心狠手辣，而且可能是受害者的熟人。奥兰治犯罪实验室对尸体进行了尸检，当务之急是要先确认受害者的身份。专家们根据受害者的五官特征绘制出了素描图，并将素描图向媒体公布，看看是否有人能认出受害者。但可能是因为素描图不够准确，或者受害者根本不是当地人，所以警方没有得到有效的线索。这一结果应该是凶手最期待的，他可能以为没有指纹和牙齿就可以隐藏受害者的身份，但他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受害者胸部的填充物上有编号。警方根据编号确认了受害者的身份，他就是杰斯米·费奥里，是一名时装模特，还曾是花花公子的兔女郎，当时29岁。很快，媒体开始关注此案，靓丽的兔女郎被谋杀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杰斯米曾是海夫纳众多女友中的一个，因此很多兔女郎对她印象深刻。她身材高挑，金发碧眼，是完美的兔女郎形象。她喜欢待在花花公子公馆，在阳光派对上走来走去，也喜欢面对镜头，这里是她所向往的世界。2000年中期的花花公子杂志被视为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潮流方向。2004年，花花公子在全美举办了一次高尔夫锦标赛。相比其他比赛，最大的不同是，这次比赛有大量青春靓丽的女孩在球场工作，她们被称为高尔夫女孩，杰斯米也是其中一员。锦标赛在全美举行了35场比赛，数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参与其中。然而，他们参加比赛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取得好成绩，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很少拿出球杆。分布在球场各处的球洞成了女孩们做游戏的场地，大家都玩得很开心。杰斯米·费奥里1980年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圣克鲁斯的郊区，她是家中的独女。杰斯米的父亲在他9岁时离开了他的母亲，在那之后，母子两人相依为命，过着艰难的生活。杰斯米是个开朗乐观的女孩。高中时，由于身材出众，杰斯米有机会成为赛车女郎，这让杰斯米大开眼界。也是从那时开始，杰斯米变得野心勃勃，她希望能离开圣克鲁斯，并向往美好的生活。不久后，她只身来到拉斯维加斯，成为一名模特。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模特行业也有了一些了解。很快，他决定去洛杉矶碰碰运气，因为花花公子公馆就在那里，那是美丽女孩的进阶之路。在洛杉矶，他如愿成为了兔女郎，但这里美女如云，想要登上杂志封面的女孩成千上万，难度可想而知。尽管杰斯米靠着模特背景请摄影师拍了很多照片，但始终没有成功。好在想要成名，这不是唯一的办法。在花花公子的世界里，机会无处不在。
成为兔女郎的杰斯米参加了很多派对，也结识了很多人，她也因此获得了广告代言和参加综艺节目的机会。这一切对杰斯米来说真是太棒了。但杰斯米不会想到，并非一切都是看上去的那么美好，也没有人告诉她，在享受美好时光的同时还要注意安全。警方在确认了死者的身份后，首先查看了杰斯米是否属于失踪人口。确实如此，他已经被报告失踪。值得注意的是，报告时间就在发现尸体的同一天，也就是2009年8月15日。提交失踪报告的是她的丈夫瑞安·詹金斯。他告诉警方，他最后一次见到杰斯米是在8月14日晚上8点30分左右。地点是在他们位于洛杉矶爱丁堡大道的家中。瑞安说，他们前些天去了圣地亚哥参加扑克比赛，回来后杰斯米独自外出办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众所周知，如果妻子被杀，凶手往往是她丈夫。警方想要找瑞安谈一下，失踪报告上也有瑞安的电话，但瑞安总是不接电话。当然，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可能他真的很忙。当警方联系到瑞安时，已经是案发后的第3天。当时瑞安说他在犹他州，他告诉警方确实是他报告了妻子的失踪，但他现在因为签证问题需要回加拿大处理。警方对于这样的回答感到惊讶，这理由听上去还挺充分的，但他的妻子被杀害就不重要吗？不过现在警方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瑞安与凶案有关，所以即使他的回答有些荒唐，但也不能将他逮捕。但瑞安被暂时限制离境。与此同时，警方对瑞安进行了调查。他们了解到，瑞安·詹金斯在前不久曾参加了一档名为《梅根想要一个百万富翁》的真人秀节目。节目内容是女明星梅根·豪斯曼将在13名男士中挑选一人开始一段恋情。看节目名称可以知道，这13名男士均为百万富翁。而梅根和杰斯米一样，曾是一名兔女郎。她美丽迷人，并且登上过花花公子网络版的插页，是当时炙手可热的明星。在13名优秀的男士中，梅根对瑞安印象深刻。他告诉警方很多关于瑞安的信息。参与节目的男士必须拥有至少100万美元的净资产，瑞安也不例外。他声称他拥有250万美元。瑞安不仅富有，而且长相英俊，身材高大。他第一次出现在节目中时就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当时他穿着紫色的衬衫，刚好和梅根宠物狗的围脖颜色一样。他举止优雅，谈吐得体。梅根从一开始就很喜欢他。瑞安还给梅根写了很多情书，他们的关系进展神速，甚至在节目录制过程中，两人已经开始了秘密约会。瑞安·詹金斯出生于加拿大卡尔加里，那是一个石油小镇。他的父亲是当地的房地产开发商，家境优渥。瑞安喜欢受到关注，他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大明星。梅根在和他的交往中了解到，瑞安虽然声称他拥有250万美元，但他其实没有什么钱。事实上，有钱的人是他的父亲，而不是他。尽管如此，梅根并不介意，他是真的很喜欢瑞安。随着节目的进行，参赛者被陆续淘汰。当还剩3人时，瑞安还在其中。他当时一定觉得自己将赢得胜利。梅根也告诉制片人，他想选瑞安，但这并不是节目组的计划，因为谁将获得胜利是根据观众喜好决定的，而不是梅根。梅根没有告诉瑞安，他将在下一个环节被淘汰，因为如果他这么做，会大大影响节目效果。其实梅根在节目中不但没有选择权，就连说的每一句话都只是在重复耳机中节目组让他说的话。在3月16日的节目中，梅根不得不宣布瑞安被淘汰了。在那一刻，瑞安艰难地保持微笑，他微微地摇了下头，似乎对这一结果感到难以置信。通常来说，真人秀节目不会太在意参与者的感受，因为参与者的反应也是节目效果的一部分，能够吸引眼球才是最重要的。在这期节目结束后，
瑞安刚回到旅馆就不停地拨打梅根的电话，从拨打电话的频率可以看出瑞安是有多么的不甘心。但当时梅根正在准备前往下一个拍摄地点，而且制片人就在他的身边，他无法接听瑞安的电话。直到2天后他才回了电话，而就在这2天时间里，瑞安结婚了。要知道2天前他还信誓旦旦地说梅根是他一生的挚爱，并且非他不娶。这简直是闪电般的浪漫。瑞安是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家夜总会里认识了他的妻子，同样曾是兔女郎的杰斯米。他们坐在同一桌，在交谈中，他们发现2人的生日是同一天，这让他们觉得彼此是命中注定的一对，因此交换了电话号码，而且当晚便住到了一起。第2天，他们在附近的白色教堂举办了婚礼。在杰斯米看来，瑞安是个刚刚参加过真人秀节目的百万富翁，而瑞安则觉得杰斯米也是兔女郎，有着和梅根一样的靓丽外表。他们对彼此都很满意，甚至觉得可以成为拉斯维加斯的娱乐圈夫妇。但他们2人从相识到结婚还不到2天时间，对彼此可能都不太了解。梅根当时觉得瑞安在2天内娶了一个妻子，不能说明他是一个随便的男人，相反，这是他受到巨大打击的证明，反而更说明瑞安是真的爱他。现在即使不能和瑞安在一起，梅根也希望继续和他做朋友，他始终觉得瑞安不是坏人，并愿意帮助瑞安。就在警方调查瑞安的同时，法医实验室传来了新的消息，他们在受害者的体内提取到一个男性体液的 DNA， 并通过与 DNA 数据库比对找到了一个嫌疑人迈克尔·卡多西。他刚出狱不久，而且是在杰斯米被害的前4天才获得假释出狱的机会。此外，他还是杰斯米的前夫。这一消息让警方感到振奋，而且根据杰斯米朋友的描述，他确实在8月11日去了圣地亚哥迎接迈克尔出狱。迈克尔因贩卖违禁品服刑4年，他仍然爱着杰斯米，而杰斯米对迈克尔似乎也余情未了。杰斯米并不只是迎接迈克尔出狱，他们在之后的2天都住在一起。这些线索更加深了警方对迈克尔的怀疑，于是他们前往圣地亚哥，准备对迈克尔进行审问。但是当警方见到迈克尔时，就发现他自带最可靠的不在场证明，那就是他的电子脚铐。他的一言一行都被监控，根本不可能行凶。迈克尔的嫌疑被排除。于是警方再次将视线回到杰斯米现任丈夫瑞安身上，他们对瑞安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调查。这一次警方发现瑞安并不像表面上看上去的那么彬彬有礼，他在离开加拿大前就有犯罪前科，他曾因侵犯女友而被定罪，并被判处15个月的监禁。另外，他在加拿大还有一个性成瘾的治疗项目。另一方面，梅根告诉警方，他和瑞安一直保持联系。瑞安约他见面，但这一次的见面，梅根感觉到了瑞安的变化。原因是梅根所参加的真人秀节目经常会和男嘉宾有亲密接触，这让瑞安感到愤怒。瑞安还告诉梅根，他和杰斯米的婚姻非常糟糕，因为他也是男士们的焦点。每天杰斯米都会和不同的男人打电话或发短信，这让他无法忍受。而且杰斯米在知道他并没有什么钱之后，态度也与刚认识时截然不同。但瑞安并没有告诉梅根他差点坐牢。他和杰斯米在一次吵架中将杰斯米推进了泳池，因为此事瑞安在警局待了1个晚上，还好后果并不严重，他没有被指控。在那段时间，杰斯米也找过同为兔女郎的闺蜜倾诉，闺蜜的丈夫也好不到哪儿去。她告诉杰斯米，男人们喜欢和兔女郎在一起，却无法接受他们身边有其他男人，哪怕只是说话。闺蜜给她的建议是让她的丈夫忙碌起来。7月份，瑞安参加了真人秀节目《我爱钱》第3季，节目在墨西哥拍摄。在此期间，杰斯米似乎在尝试一些改变，他还染了头发。瑞安几乎每天都会打电话给杰斯米，他想知道妻子在哪儿，
在干什么，但这对杰斯米来说是一种束缚。这一次，瑞安最终赢得了节目的胜利。在杰斯米案发生后不久，该案就受到媒体广泛的关注，杰斯米也成为热门搜索的关键词。警方也因此接到了很多目击者的电话。有目击者称，杰斯米在被害前一晚还在圣地亚哥和瑞安一起参加了当地举行的扑克锦标赛。这与瑞安提交失踪报告时说的一样，警方调查了比赛场地以及他们下榻的酒店。这是一家高级酒店，有着完备的监控系统，这将帮助警方拼凑出杰斯米生前的时间线。8月13日下午3点28分，夫妻2人到达酒店。从监控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开着白色奔驰停在酒店门口，然后将行李装在行李车上。其中有一个行李箱和杰斯米的尸体被发现时的行李箱一模一样。他们的房间就在1楼。下一次从监控中看到他们已经是傍晚6点25分了。2人穿着时髦地走出房间，看不出什么异样。他们应该是去参加扑克锦标赛了。在锦标赛过程中，杰斯米和一个男子发短信，该男子名叫罗伯特·哈斯曼。罗伯特是一名高端房产经纪人，他向杰斯米展示他非常富有。短信中有一条信息非常引人注意。杰斯米说，派一架飞机来接我，我受够了瑞安，我要去拉斯维加斯和你在一起。瑞安和杰斯米在锦标赛赛场发生了争吵，当时很多参赛者都目睹了这一幕。之后2人离开了赛场，去了一家名为常春藤的夜总会。当时大约是凌晨12点30分，在那里他们还是争吵不休，而且从罗伯特收到的最后一条短信“去死吧”来推测，瑞安可能看到了他们之前的短信。他们大约在1点30分离开了常春藤，这是杰斯米最后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后他们回到赛场取车，2点左右回到下榻的酒店，但从酒店的监控看，只有瑞安一人回到房间，而且他看起来有些惊慌失措。之前说过，他们的房间就在1楼，房间还有一个露台，车辆可以直接停在露台外。警方对房间进行了搜查，房间内没有发现任何线索，但在露台上发现了少量血迹和几根头发。经化验确认，血迹和头发均属于杰斯米。从监控中可以看到，瑞安进出了好几次，可以推测杰斯米当时应该已经无法自己走路。但根据酒店的其他房客反映，他们在凌晨还在房间争吵，这说明杰斯米应该是从露台进入房间的，而且当时他还活着。瑞安最后一次出现在监控已经是第2天早上6点24分，监控中没有看到那个浅色行李箱，箱子应该已经从露台搬到了车上。显然他不想拉着尸体从酒店大堂走过。从酒店出来后，瑞安的车子沿着5号公路向北行驶，而发现杰斯米尸体的垃圾箱就在圣地亚哥到洛杉矶的5号公路沿途。梅根再次见到瑞安时已经是在电视上，他被确认就是杀害妻子杰斯米的凶手，并且正在被通缉，这让梅根感到吃惊。瑞安现在一定也知道警方在找他，但他被限制出境，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回到加拿大。他找来一艘小型快艇，挂在他的宝马 SUV 车上，并马不停蹄地一路向北开往华盛顿。当时他没有接警方电话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在赶路。华盛顿的北部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壤，这就是他来这里的目的。尽管警方联系了海岸警卫队和加拿大皇家骑警，但这并没有阻止瑞安。警方在华盛顿州布莱恩的一个码头发现了瑞安的宝马 SUV， 发现时发动机还是热的。8月19日，有人看到一名与瑞安描述相符的男子驾驶他的快艇驶入罗伯茨角的一个码头。加拿大皇家骑警在不久后宣布，他们认为瑞安在8月19日至20日的某个时间进入了加拿大。他落脚的地方距离边境仅1公里，那里没有边境口岸，没有人烟，任何人都可以从那里穿过。不久后，一名年轻的金发女子开着一辆银色克莱斯勒漫步者将瑞安送到了加拿大霍普市。
这辆车的车牌属于埃伯塔省。他们来到当地的一家汽车旅馆，汽车旅馆经理描述，该女子25到30岁，看上去很有魅力，也非常镇定。她支付了一个房间3晚的住宿费，并和瑞安在房间里待了大约20分钟后离开。这名女子后来被证实是瑞安同父异母的妹妹阿莱娜。在汽车旅馆里，瑞安可能是感觉到了内疚，或者他觉得无法逃脱，他也不想在监狱里度过余生，所以他在到达旅馆的当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时32岁。3天后，汽车旅馆经理发现了瑞安的尸体，并报了警。警方在他的电脑里找到了遗嘱，他在遗嘱中写道：人们可能认为我是个怪物，但杰斯米是个比我更大的怪物。在此案结束后，电视台永久停播了梅根想要一个百万富翁，也宣布不会播出瑞安获胜的《我爱金钱》第3季。